石川，你爹卷了3000万跑路，负债子偿，今天你拿不出钱，老子废了你！刀哥，再宽限我3天，我保证凑钱给你。3天？做梦呢你！老子1秒都不给！哎呦我操！什么鬼东西！好险！爷爷，我爹在外面欠了3000万跑路了，债主天天追着我还债，可我浑身上下就只有这枚您留给我的吊坠了，我该怎么办啊？我不想再过这种东躲潜藏的日子了，我想堂堂正正的活下去。川儿，这是秦家祖传的黄金瞳，能看穿世间万物的真实价，用得好能救命，切记要行正道，发正财。刚刚是爷爷在说话。我靠！所以，这黄金瞳真能看见物品的真实价值。等等，小卖部老板昨天收了我5块钱，太黑了，竟然多收我5毛。爷爷，我有救了。明天一早我就去古玩市场，只要淘到真宝贝，还清3000万指日可待。假货太多，大海捞针，这得淘到什么时候？等等，那是50万！这堆翡翠料里竟然藏着高冰种翡翠。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今天第一桶金就落在这儿了。老板，你这摊上的石头怎么卖的？小哥好眼光，这可是我亲自从缅国背回来的老坑料，开出绿来直接暴富。看你是今天第一个客户，2万块拿走。2万，这可是高品种翡翠，看来这老板也不识货。不过省下来的才是自己的，我得再跟他讲价。2万块，老板你开什么玩笑？就这干巴巴的皮壳，连个蟒带松花都没有，摆明了是砖头料。算了算了，我不要了。别走啊，小兄弟，生意都是谈出来的嘛。这样，你诚心想要，你开个价，合适的话我亏本也出给你，当开个张。上钩了。这个数行的话我就带走，不行就算了。成，8000块，今天亏本结个缘。老板。你在想什么呢？我的意思是800块。800？小兄弟，不带你这么砍价的，我这可是花重金运回来的，800连路费都不够。那就算了，我不买了，身上就这么点钱，你爱卖不卖？回来！你这后生怎么这么轴？回来谈谈。你这砍的也太狠了，咱们各退一步，1000块，你抱走。行，1000块就1000块。黄金瞳已经给出了50万的估价，但这博古轩毕竟是本市最大的珠宝行，只要这里的掌柜识货，那我的第一笔资金就有着落了。老板，麻烦帮我估个价。不愧是最大的古玩珠宝行老板，这架势就是专业，他肯定是个识货的。小兄弟，这可是一块极罕见的老坑高冰种晴水绿料子，肉质细腻，中老水足，几乎没有杂质。那依您看，这料子能给个什么价？50万，这在目前的市面上绝对是最公道的回收价。如果小兄弟愿意出手，我们博古轩可以立刻给你打款。
50万，这和黄金桶给出的价值1分不差。行，老板做事痛快，那这料子就转给博古轩了。小兄弟，钱已经转过去了，你看看。 1000块买的东西，转眼就变成了50万，简直赚麻了。小兄弟，我看你第一次来，冒昧问一句，你这块原石在哪儿买的？多少钱？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这玩意儿是我刚才在路边古玩地摊上花了1000块钱淘来的。你说什么？1000块买的原石竟然能开出这种高货，小兄弟，你这运气和眼光真是绝了。老夫在古玩行混了半辈子，今天算是开了眼界。有了这双黄金头，3000万的债务算什么？我的漫漫还债之路终于有盼头。把你们店里的招牌菜统统给我上一遍。好的，先生，您稍等，马上为您下单。先生，您的菜已经上齐了，请慢用。卡里揣着50万，底气就是不一样。这种餐厅我之前连看都不敢看一眼，现在居然能随便点，真是风水轮流转。不愧是高级餐厅，就连墙上挂着的字画和摆放的瓷器都有格调。我靠，1800万就明晃晃挂在这儿，这老板怕是个不识货的吧？服务员，麻烦过来一下。先生，请问您有什么吩咐？你们店里挂着的这些字画对外出售吗？先生，这些都是我们老板个人收来的藏品，挂在店里装点门面的。您要是诚心喜欢，我去帮您问问。行，你帮我问问。我那新房刚装修完，正缺几幅字画撑门面。我看你们店里的字画挺合我眼缘。好的，先生，我这就去帮您问。先生您好，我是这间餐厅的经理，听说您对我们店里的装饰字画感兴趣。这些字画确实是老板的私人收藏，不过如果先生您出价合适，我倒是有限可以做主转让给您。不知道您看中了哪一幅？不行，如果我直接说要买那幅，这精明的经理肯定会起疑心，万一他们意识到这是好东西不卖给我怎么办？我必须得找几个赝品打掩护。那2幅挂在中间的牡丹和山画看着挺喜庆，多少钱卖？先生眼光不错，这2幅是名家高仿，平时用来撑纹面的。您要是诚心要，5000块一幅。5000一幅，这也太贵了。经理，你看我今天在你们这儿消费了上千块的菜品，能不能给个痛快价？先生，这几幅画都是我们老板跑遍全国几万市场淘回来的宝贝，挂在家里绝对彰显品味。我看您也是雅道人，这样吧，我做主，2幅8000，如何？2幅8000，不便宜啊。但他这么要价，就说明他也想从里面抽成。算了，如果一点赚头都没有，他大概率也不会轻易卖给我。8000也不便宜，这样吧，我再加2000，1万块，你让我挑3幅。1万块3幅，这价格确实压得太低了。不过，既然先生您这么爽快，那咱们也把话说在前头，中间那几幅标价过万的精品，您可不能拿。成交，我自己去挑，绝不让你为难。太好了，他肯松口卖给我，就说明这些字画利润空间很大。现在要做的就是让他觉得这3幅画他卖得值。挑好了，就这些。先生，您确定要这幅？什么意思？难道他知道这幅字价值1800万？怎么了，经理？这幅字有什么不妥吗？还是说这是你们老板的命根子，不能卖？先生您误会了，只是这幅字挂在那个角落很久了，平时搞卫生都扫不到，上面全是灰。您确定要的话，我这就让服务员摘下来。嗨，只要不加钱就行。我就是看他顺眼，跟我家装修风格也搭。好险，真是虚惊一场。先生，这3幅画就归您所有了。这1800万的卷轴抱在怀里，总觉得有点烫手。不行，
我得赶紧去博古轩找李老板脱手，免得夜长梦多。先生慢走，欢迎下次光临。我的天哪，经理，您太厉害了！就这3幅破画，居然卖了1万块钱。这些画真这么值钱吗？哼，这些画确实是老板从全国各地收回来的，但全都是高仿的赝品，均价也就500块一幅。啊？那他要是发现这些画不值这个价，回来找我们麻烦怎么办？怕什么？咱们又没说这是真迹，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买卖，他反悔也没用。李老板，我这刚淘了3幅字画，还要麻烦你再帮我长长眼。哟，小兄弟，你现在不赌石，改玩字画了，这又是从哪儿捡漏回来的？李老板别打趣我了，我刚在一家茶餐厅吃饭，看着顺眼就顺手买下来了，想让你帮我估估价。茶餐厅，小兄弟，你跟我开玩笑呢？能在餐厅里当装饰品的字画能有什么好货？顶多也就是些附庸风雅的高仿品，是不是高仿？李老板看完了再说。成，看在你上次带给我大单子的份上，我帮你看看。先说说这3幅你花了多少钱？本来1幅要4000，我讲了讲价，打包一共1万块。小兄弟，你是不是上次尝到甜头，这次又想捡漏？我看你8成是被当冤大口宰了。做买卖嘛，盈亏自负。李老板，你只管帮我鉴定就行。这一幅是黄公望《富春山猪图》的仿品，你看这宣纸的火气还没退，墨色浮在表面，连做旧的功夫都省了。小兄弟，这画也就值个1000块。那李老板，你再帮我看看第2幅。这幅韩先绪连竖款和豹纹都没仿全，妥妥的现代印刷破再加工，跟刚才那幅一样，最多也就值1000块钱。小兄弟，古玩这行水深得很，听我一句劝，你还年轻，有着本财，还是找份安稳的工作吧，千万别把一辈子的希望都寄托在捡漏发财上。李老板说的对，我这不也是碰碰运气吗？行，那我就把这第3幅也给你看了，让你彻底死心。不过老夫干这行几十年，基本可以断定，这最后1幅估计也……这是李老板，你别光顾着看啊，倒是给句痛快话，这幅到底怎么了？小兄弟，这字大有乾坤，但我道行太浅，我拿不准。不行，我得赶紧打个电话，请市书画协会的赵会长亲自过来长长眼。赵会长，我是李文博，您现在方便吗？我这儿有一幅字，疑似王羲之的真迹，但我自己眼力不够。什么？您说省书画协的韩会长也在？那太好了！韩会长可是咱们省内鉴定晋唐书法的泰斗。好，赵会长，我们这就带东过去品风茶楼是吧？马上到。小兄弟，走，咱们现在就去品风茶楼，别让2位会长久等。小兄弟，等会儿包厢里除了2位会长，可能还有其他古玩字画界的投资大鳄。要是他们一起长眼，这风声肯定会传出去。李老板，不就是看幅字吗？这阵仗也太大了，搞得人怪不好意思。我跟你说实话，如果这幅字是真迹，那价值至少1000万。你等会儿沉住气儿，千万别露怯。我能露什么怯？等会儿别把你们这群专家的眼珠子给吓掉下来就行。请进。文博啊，你在电话里急得跟失了火似的，真收到了王羲之的摹本？赵会长，不是我，是这位小兄弟淘到的，我眼力浅拿不准，特别带他来请各位泰斗长辈给瞧瞧。哦，年纪轻轻就能淘到这种级别的宝贝？小兄弟，既然来了就别拘着，快把东西拿出来，让我们这群老家伙也跟着开开眼。是啊，快拿出来瞧瞧！要是真的，今天咱们可就是见证历史了。
这笔锋，这墨色，力透纸背。依我看，这绝对是罕见的晋唐真迹啊！王羲之的摹本何其珍贵，存世的不过寥寥数幅。哼，要是真的，怎么可能被一个毫无资历的毛头小子捡了喽？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这纸张确实不太对，可这笔锋走势啊！可这笔锋走势，中线用笔线条饱满，隐隐有圆转之意。若不是深得书圣神追的人，怎么可能写得出来？顾老，您在古董字画投资界长眼了几十年，您怎么看这幅字？整幅作品气韵割裂，分明是拼接而成的高仿伪作。你们仔细看，这处牵丝的笔画明显生硬，转折等句没有开合，这是行书的大忌。顾老言之有理。再看这纸张，虽然做旧手法高明，但纤维纹理还是暴露了年代。小兄弟，你当初花大价钱打包这幅字是有什么依据吗？我也不能告诉你，其实我有黄金铜吧。我也没什么依据，李老板，我就是当时第一眼看到它，直觉告诉我这幅字一定是真品，所以我才买下来。小伙子，看来你连古玩行最基本的规矩都没入。古董鉴定讲究的是考据、印章凭直觉，你以为这是小孩子过家呢？真是不自量力。哼，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你懂什么是书法，什么是字画吗？我确实不懂字画，但我还是那句话，直觉告诉我它是真迹。要不各位再仔细瞧瞧。不用看了，多看一眼都是浪费时间，这就是个赝品。年轻人，这次就当买个教训，下次别这么武断了。不对，这绝对是王羲之的真迹。诸位，这幅丧乱帖虽然因年代久远略有缺损，不如完整摹本精致，但笔锋苍劲，气韵浑然，这正是王羲家晚年的真迹。韩会长，此话怎讲？你们看这哀痛崔薄四字，行笔之间带着明显的滞色与断错，这并非技法生疏，而是书者当时悲愤交加，泣不成声，导致笔锋在纸面上凝滞。这韩会长不愧是省书画协会的会长，就是比市协会的人识货。再看这横画，起笔藏锋，收笔圆浑，这种笔法正是王羲之书风的铁证。后世那些刻意模仿的赝品，根本写不出这种拙朴之气。韩会长说的对，这的确是王羲之真迹，是我先前走眼了。小兄弟眼光独到，实在佩服啊！3年前在港岛拍卖会上，半幅王羲之残帖就拍出了2300万的高价。如今他的真迹越来越少，藏家都在疯抢，市场价每年都在涨。残帖都能卖2300万，那这一幅完整的真序岂不是价更高？黄金铜保佑，我那3000万的债有希望了。小兄弟，这幅字保守估计1800万元，若去大型拍卖行拍卖，破3000万，甚至5000万都是可能的。小兄弟，这幅字你是打算自己收藏，还是准备出手？这位是明珠拍卖行的朱老板。明珠拍卖行是咱们省乃至北方都首屈一指的拍卖行，朱老板在业内话语权可是极重的。要说鉴宝本事，我远比不上在座各位。不过要说搜罗珍宝、对接买家，你们啊还真追不上我。小兄弟，你若是打算出手，不如把它放在我们明珠拍卖行，最终成交价绝对让你满意。行，不瞒朱老板，我确实没条件玩收藏，就冲您这句话，这幅丧乱帖我就全权委托给您了。太好了，等过几天拍卖款一到账，我就能把3000万的债还了。喂，浩子，什么事儿？下周是我奶80大寿，你陪我去给老太太挑件寿礼呗。好啊，老太太喜欢什么，那就给她买什么。我奶一辈子就喜欢收藏点古董旧货，可我又不懂这些。我听说你最近运气特别好，捡了不少宝贝，你陪我去瞅瞅呗。没问题，那咱们旧货市场门口见。走。
哥今天必须给你挑件镇得住场子的宝贝。你小子还嘚瑟上了，赌石的事儿肯定是你走了狗屎运，你给我好好找啊！老太太可挑剔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祖传的老物件，明清的硬木家具，买回家可以当传家宝，摆出去就是真牌面。两位帅哥，这些都是好木头做的，黄花梨、紫檀木，样样都是真古董。川子，我感觉这个不错，老太太说过她挺喜欢砧木的。老板，我能打开那箱子看看吗？不行，除非你现在付钱。这箱子是清代知府老宅里的精品，金贵着呢，要是乱摸碰坏了，那可就不好卖了。老板，不让看我怎么知道好坏？你到底会不会做生意？小伙子，我做生意最讲究诚信，这可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宝贝，要不是家道中落，我哪舍得拿出来卖？这些可都是传世古董。川子，走吧，这老板忽悠人都不打草稿的。怎么了？清代官造小叶香樟香，30万。等等，耗子，这箱子芝麻值30万，咱们必须拿下。啥？川子，你开玩笑呢吧？不好意思，我兄弟梦游了，在这胡说八道呢。老板，这樟木箱子我们是买来给长辈当寿礼的。你看我俩也不是什么大款，不准备买太贵的。你要是肯给个实在价，我们就直接拿走了。小伙子，不瞒你说，这箱子我光运费就花了1000多，我这小本生意，怎么也得让我挣点辛苦费吧？别绕弯子，老你就说多少钱？小伙子，我看你和这箱子有缘，就收你18000，怎么样？这数字多吉利！18000！我在家具市场买的同款新樟木，顶天5000块。你这旧箱子掉漆又磨损，能值3000就不错了。哎，小伙子，你什么态度？你要这样的话，咱这生意可没得谈。明明是你先狮子大开口，这箱子怎么可能值18000？太离谱了！去，我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你总不能让我亏本啊！老板，这样，咱们各让一步，您给个心理价，只要不离谱，我们直接扛走，绝不二话。不卖了，我这箱子宁可压手里，也不卖给不懂行的。说的挺有骨气，可刚刚眼神却一直瞟来瞟去，明显就是心虚了。果然是个老油条。我本想着，要是能便宜个2、3千，我们咬咬牙也就买了。哎，既然老板这么为难，那我们就不勉强了。走了，耗子，咱去家具城看看，那边肯定有不少好货。哎呦，小兄弟，留步，大家都是出来做生意的，和气生财嘛。你们各退一步，好好的买卖还能黄了不成？老李，你真不会做生意。人家小伙子给老人贺寿，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降价把买卖做成，就是积德的好事啊。小伙子，老李在这摆摊好多年了，做生意一向实诚。你们刚刚压价也太狠了，总要给人家赚点辛苦钱嘛。这位老板说的也对，这样吧，6000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小伙子，你砍价可太狠了，6000，你总得让我赚点烟酒钱吧？哎呦，老李，这小伙子今天是给长辈挑寿礼，图个吉利，手里预算本来就不多，你再绷着，人一会儿就真走了。6600，不能再低了，我一单也赚不了多少，就当交个朋友。川子，6600买个破箱子，我总感觉贵了。放心，绝对亏不了。老赵，辛苦费给你，这一单我净赚5000。那小子一看就是不懂行的冤大头，真是白捡的便宜。还得是你呀，老李，下次有这种好事记得再喊我。川子，我心里还是打鼓。老太太那眼光你是知道的，特别挑，万一她嫌这箱子旧不喜欢，你可别生气啊。你放心，老太太肯定会喜欢的。奶奶，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这是我和川儿特意给您买的古董樟木箱，您平时放点首饰正好。哎呀，你们这2个孩子来就来吧，还破费买了这么个大家伙。小川呀，
你都好久没来看奶奶了，现在都长成帅小伙了，快坐，快坐。两个臭小子，把这大箱子搬上来费了不少劲吧？奶奶，不费劲儿，这都是耗子跟我的一片心意，您快看看喜不喜欢？小浩真是孝顺啊，这箱子真精致，看着就是好东西。不错不错，你们有心了，我就喜欢这种旧式家具，古色古香的，摆在屋里看着就踏实。老陈，快过来看看我大孙子送我的礼物。你看看你多有福气，孙子这么孝顺，这送的什么好东西？陈爷爷好，这是我跟我发小在旧货市场淘的，人家说是清代的呢。不过我们也不懂这些，就想着给奶奶添寿图个喜气。这箱子不得了啊！川子，我这心里怎么老打鼓呢？这箱子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把心放肚子里，这可是个大宝贝。这包浆自然均匀，绝非人工打磨做旧，连收藏家陈老都惊动了。这个箱子不会真是什么宝贝吧？老陈，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樟木箱吗？不，这是清代造办处制造的官造小叶香樟箱，距今至少有500年的历史了。天哪，我居然亲眼见到清代的古董了！小浩，你们在哪儿买的？回头带我也去看看呗。这是我发小秦川挑的，他眼光毒得很，一眼就看出这是个真古董。哪有这么夸张？运气好罢了。这种榫卯和雕工，民间作坊根本做不出来。妙啊！这小叶香樟密度极高，香气浓郁，用它来存放物品，能够100年不生虫、不发霉。像这样品相完整的官造箱，如今极为罕见。川子，你也太神了吧！6600买到真古董了。陈爷爷，那这种官造箱子现在是不是很值钱啊？这个箱子如今的市场价至少30万起步。我还当是个寻常旧物哩，没想到竟是这么贵重的宝贝。这个地方的声音怎么和其他地方的声音不一样？难道这里面有暗格？奶奶，你快看看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好东西。还真有东西，陈爷爷，您来看看这是什么？这是清代100万两面额的户部官票，存世不足10张，单这一张的收藏价就上千万了。什么？这箱子里竟然真的藏着上千万的宝贝，光这一张官票就已经是天价了，这锦盒里装的东西会不会比官票还贵重？奶奶，快打开那个盒子！这是康熙年间的御赐盘龙玉牌呀！你们看这侧面还有内务府的落款。老陈，你说这是宫里的东西？御赐玉牌传世极少，每一块都是有明确记载的。但是这块玉牌现在的市场价至少3000万起步。兄弟，你实话告诉我，你是不是开挂了？6600买的东西能翻5000多倍，我是不是在做梦？我要是说我真开挂了，你信吗？这块玉牌再加上那张100万两的户部官票，还有这官造小叶香樟箱本身，这一整套东西的总价，保守估计绝对不会低于5000万。6600买的东西翻了快1万倍，我他妈真是在做梦吧？小川，这礼物太贵重了，奶奶绝对不能收。箱子是你挑的，这里面的东西自然也该归你。奶奶，箱装箱是我和耗子给您的寿礼，
我只管挑个壳子，至于里面开出什么，那都是您的福气，我绝对不能拿回去。川子，你傻了，这可是5000万，你别忘了你爸他……你赶紧把这个卖掉，把你爸的债还了，过回正常人的日子。再说了，要不是你坚持卖它，我根本不可能掏钱，它本来就该是你的。耗子，要不是你之前顶着压力借钱给我，我恐怕早就被那些债部打死了。这东西就当是我报答你的。小川，奶奶知道你是个有情有义的好孩子，但奶奶不能白占你的便宜。箱子我就当寿礼留下，但这玉牌和官票就拿去拍卖行，钱一分不少，全归你。行，我都听您的。老陈，这事儿就麻烦你了，你帮忙联系个靠谱的拍卖行，咱们把这套宝贝拍出个好价钱。川子，我还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呢，你说这些东西最后真能拍出大价钱吗？我也没来过，第一件拍品马上就拍了，咱们先看看情况。各位贵宾，今天的第一件拍品是极为罕见的康熙御赐冰种翡翠扳指，起拍价2000万元，每次加价不低于100万。现在竞拍开始，2300万、2600万、2800万、2800万，右席先生出价2800万，还有加价吗？2800万一次，2800万2次，最后一次机会，2800万3次，成交。川子，这帮人也太疯狂了，也不知道你的东西最后能拍多少钱。4000万，比我预想的还要好。各位贵宾，这个是康熙御赐盘龙玉牌，存世量不足5块，这一块品相完整，传承清晰，可遇不可求。错过这次，恐怕这辈子再也没机会了。起拍价4000万，每次加价不低于100万。现在竞拍开始，4500万、5000万、6000万。6000万，6000万一次，太紧张了，这也太刺激了。6500万，6500万第一次，6500万第二次，第三次，成交，恭喜这位贵宾。各位贵宾，接下来我们将拍卖第二件重器——清代100万两面额的户部官票，起拍价1100万、1800万、1800万、1800万，成交。现在我们将迎来今晚的压轴拍品——王羲之丧乱帖残卷真迹，起拍价1500万、2000万、2500万、3000万、4800万！恭喜来自京都的收藏家通过电话委托成功拍下。各位贵宾，今晚3件重货，总成交额高达1亿3100万，扣除税金与拍卖行手续费后，秦先生最终实得1亿1800万元。秦先生年纪轻轻，真是让人佩服。我们这就安排财务，马上为您办理转账。不是，川子，这丧乱体怎么也是你的？等会儿，你变成大富翁了！天哪，我哥们竟然成亿万富翁了！行了，以后记得叫我一声哥，包你吃香的喝辣的。川子，这笔钱不仅能把你的债全还清，还能剩下好多，都够在市中心买好几套大房子了。川子，快看余额！我靠，吓死我了！前几天我还在被债主追杀，可现在竟然拥有了1个亿，这可真是风水轮流转啊！王老板，3000万我现在给您转过去，您查收一下。秦川，你小子是不是说梦话呢？我警告你，最好别耍花样，明天要是再见不到钱，老子直接卸你一条腿！您的账户已成功转账3000万元整。爷爷，
爸欠下的债我已经全部还清了，多亏了黄金瞳，他真的改变了孙儿的命运。好孙儿，你如今通过黄金桶已经累计获利超过1亿元。难得的是，你坚守正道，没有迷失本心。你的黄金桶即将迎来升级。爷爷，黄金艇竟然还能升级，那升级之后会有什么变化？升级后的黄金桶不仅能看穿世间万物的市场价值，还能透视器物的内部结构。往后你入古玩市场，必将如鱼得水。太神了，连抽屉板夹层里的铜钱和它的价值都一览无余，这透视能力简直无敌了。川儿，切记，能力越强，因果越重。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绝不能用此异能为非作歹。爷爷的教诲，孙儿铭记于心。等你累计赚到10个亿，就能开启第3重黄金桶。届时，你将解锁我们秦家真正的传承秘密。10个亿，好，孙儿一定会加倍努力，绝不辜负您的期望。老板，这花瓶怎么卖？姑娘真是好眼力，这可是清代官窑的旧物，以前都是大户人家镇宅用的宝贝。今天跟你有缘，便宜出给你。别绕弯子，多少钱？看你也是诚心想要，给你个实在价，10万。1000块。哎呦，我的姑奶奶，你这也太狠了！1000块连我进货的本钱都不够。得，2000块你拿走，就当交个朋友。从10万一路狂降到2000，这报价虚的也太离谱，摆明了是欺负外行。这位先生，看你在这看半天了，依你看，这瓶子值多少钱？2000块也不算太亏了，不过换作是我，最多只出1500。1500，行，我就扫码付钱。行，今天碰到懂行的，就当开个张，1500拿去吧。1、2、3，一共8个零，所以这500块的镇鼎里面，居然封着3个亿的宝贝。老板，这镇纸多少钱？小兄弟，这可是民国时期的老铜文房件，包劳保整，一口价3000块。行，3000就3000。有了黄金种的透视，捡漏简直易如反掌。老板，你明显是狮子大开口啊！这镇直工艺粗糙，满是绿锈，顶多也就值500块。咱们这行有规矩，买卖一锤定音，付了钱就不能反悔。人家兄弟都没说话，你这姑娘就别给我管闲事了。等一下，他明明是内行人，绝不可能看不出这镇真只值500，但他掏钱的动作太果断了，连1分钱的价都没还。不对，那镇真绝对不简单。哎，先生，等一下。你好，请问还有什么事吗？这位先生，你刚刚买的镇挺能不能让我长长眼？一块普通的镇挺有什么好长眼的？我觉得你刚刚的眼光极准，绝对是深藏不露的高手。你花3000块买下它，一定有你的理由。我只是比较好奇。原来你是内行人。算是吧。实不相瞒，我家里经营着一家拍卖行，如果这块镇纸真是什么值钱的宝贝，我愿意加价回收。我叫朱明月，先生怎么称呼？
我叫秦川。秦川，原来你就是前天在我家拍卖行一口气拿出王羲之残卷、御赐玉牌和户部官票的神秘卖家。是我。秦先生，重新认识一下，我是明珠拍卖行的区域经理朱明月。前天因为在外地出差没能亲临现场，一直深感遗憾。没想到您竟然这么年轻。朱总客气了，我之前和令芬还有一面之缘，令芬见识广博，我也十分敬佩。既然是秦先生出手，那这块镇纸绝对不是什么普通的粗铜。秦先生，您刚才说3000就3000，是不是已经看出了什么门道？不瞒你说，这东西我估值3个亿。秦先生，您就别跟我开玩笑了，这东西怎么可能值3个亿？万一这镇纸里面有东西呢？不可能，这是一体浇铸定型而成的，内部完全密封，根本藏不了东西。敢不敢打个赌？好啊，怎么赌？我们现在找人切开它，如果里面真有东西，且估值达到3个亿，你就代表明珠拍卖行用3亿5千万的价格当场买下。那要是切开之后里面只是实心废铜，或者里面的东西不值3个亿呢？秦先生，您得赔我5000万，怎么样？您敢吗？一言为定。哎呦，小兄弟，5000万可不是小数目，你千万别冲动。这镇题是我从废品站论斤称回来的，里面绝对是实心。这小子疯了吧？跟朱大小姐赌眼光，人家可是说明书级别的鉴宝大师，从小在宝贝堆里长大，从没看走眼过。小伙子，听人劝，吃饱饭，赶紧给朱总道个歉，现在收手还来得及。黄金猛的判断绝不会错，这里面绝对藏着惊天的宝物。我还有一个要求，就是必须找最顶级的铜器切割师傅来操作，不然可能会损坏里面的东西。没问题，我这就叫我们拍卖行最优秀的切割师傅带设备过来。这铜块里面还能有什么好东西？开玩笑呢吧？是啊，就算里面真有东西，恐怕也都被浇铸破坏了。就算能取出来，又能有什么价值？再切2毫米，应该就能碰到内部的库腔了。秦先生，趁现在还没切到底，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我可以当赌师不算数。朱总别急，是输是赢，一会儿见分晓。师傅，再往左偏1毫米，对，就是那里。停，改用微雕砂轮慢慢磨。等一下，这里面真的有东西。我的老天爷，这铜壳里居然真有东西！你们快看那眼纹，黑的发亮，这该不会是传说中的老天珠吧？我的天，这要是真的，这颗珠子少说也得值几个亿吧？朱小姐，我说的没错吧？原来这就是那3个亿的宝贝，果然不同凡响。这不可能吧？老天爷，这是至纯9眼天珠，绝对是传世级别的老天珠啊！这颗9眼天珠，珠体浑圆饱满，包浆浑厚自然，9眼纹路清晰规整，绝对是稀世级别的老物件。秦先生，您真是深藏不露。去年的国际春拍上也出现了一颗9眼天鸠，在当时拍出1亿8千万的高价，而这颗无论是年份、包浆还是品相，都远胜那颗。保守估计，这颗价值至少在3个亿以上。朱小姐，你现在能相信我说的话了吧？没错，秦先生，是我眼拙了。我从业这么多年，居然看走了眼。我为之前的态度郑重向您道歉。该死，这小子居然淘到了极品9眼天珠。朱明月这个女人怎么也在这里？她不会是想抢天珠吧？真是阴魂不散！去，给我查清楚这小子全部底细。秦先生，愿赌服输，我现在就安排财务走加急流程，3亿5千万收购这颗天钟。朱总果然雷厉风行，不过我更想把它放在明珠拍卖行公开竞拍，让更多藏家参与竞价，
也看看它真正的市场潜力。没问题，只要您愿意合作，我能给您全行业最优厚的佣金条件。秦先生，这是我的私人号码，那我明天上午10点明珠拍卖行办公室见，签正式的拍卖委托合同。好的，朱总，那我们合作愉快。太好了，3个亿的宝贝到手，离10个亿的小目标更近了。就是不知道家族的真正能力到底是什么，难不成比现在的还厉害？不对，有人在跟着我。这2个人鬼鬼祟祟的，不会是盯上了我身上的天珠吧？终于把这尾巴甩掉了，想在胡同里追上我，没门儿。张总，我们跟丢了，那小子像只老鼠似的，钻进胡同就不见了。他明天要去明珠拍卖行签合同吧？你们去准备一下，我倒要看看这颗天珠他们明珠拍卖行到底拿不拿得稳。秦先生，您看看这份策划方案，从天珠的历史溯源、权威机构背书，再到定向邀约国内外顶级收藏家，我们都做了详尽的安排。朱总做事果然雷厉风行，非常专业。鼎盛拍卖行的张总，我记得我们今天并没有预约吧？您今天不请自来，是有什么事吗？小朱总，同行之间互相交流也是常事，别这么见外。听说你们要上拍一颗9眼天珠，这种宝贝除了去年出了一颗，之前15年内都从未出现过。你们的那颗天珠我略有耳闻，极品至纯9眼天珠，这种宝贝100年间都不可能出一颗，我看那不过就是个高仿的假货。这人来者不善，一来矛头就直指天珠，难道他就是昨天尾随我的人？张总，麻烦你放尊重一点，我们明珠拍卖行的信誉不容你在这里胡乱抹黑。这是国家级鉴定机构出具的初步报告，碳14测年、包浆分析全都在上面，白纸黑字，证据确凿。朱总，这年头报告是能造假的。既然你们这么自信，那我就召集全市的古玩鉴定专家，当场复检。你们都被他骗了，今天我就要把这小子的假面具彻底撕下来。没必要那么兴师动众。张总既然这么有兴致，不如我们就在拍卖会上见真章。如果这颗天珠是假的，我秦川从此金盆洗手，永远退出古玩圈。但如果是真的，张总，你要当着所有媒体和同行的面，给明珠拍卖行公开道歉。好，你等着，拍卖会上我张峰一定会让你身败名裂。秦先生，张峰这个人阴险狡诈，他刚才吃了鳖，肯定咽不下这口气，很可能会暗中动手脚。要不我们把拍卖推迟几天？朱总放心，真金不怕火燃，他越是上蹿下跳，越说明他心虚。我们按原计划进行就行。爷爷，等这颗天珠拍卖出去，加上之前的积蓄，总资产就能突破7个亿了，离10亿的目标又近了一大步。谁啊，大晚上的？川子，我听陈老说你开出一颗极品9眼天珠，简直神了！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可是古玩圈的风云人物啊！川哥，你现在发达了，肯定缺人手，让我给你当助理吧，我给你端茶倒水，跑腿办事儿，就当跟着你见见世面，行不行？行，我说了，你叫我一声哥，我肯定罩着你。以后你小子就跟着我混吧。各位专家，这是我们鼎盛拍卖行的诚意。明天的拍卖会上，我要你们当着所有媒体的面，指认那颗天珠是赝品。张总大气，这种小事儿我们肯定不在话下。不仅如此，还要把秦川那个毛头小子指认成造假团伙的头目，要让他彻底身败名裂。
你说什么？好，我知道了，你自己小心点。秦先生，不好了，出事了！我们的人刚刚传来消息，张峰雇了人，准备在明天的拍卖会上当众指认天珠是赝品，还要污蔑你是造假团伙的头目。我靠，这张峰真不是个东西，他怎么敢这么污蔑人？朱总，你对这件事怎么看？秦先生，张峰这次有备而来，可我们明珠拍卖行也不能吃哑巴亏，咱们直接报警处理吧。报警太便宜他了。朱总，你想不想看他偷鸡不成蚀把米，从此彻底身败名裂的样子？耗子，你现在来火了，我交给你一个任务，记住了，耗子，去了直接报我的名字，态度好点啊。川哥，你放心吧，我现在就去，保证把人请到。天珠内部怎么闪过了一丝金色纹路？这纹路好像还有点眼熟。这两件东西之间，难道有什么渊源吗？朱明月、秦川，我看你们这次还能找什么借口？各位贵宾，接下来这件压轴拍品至纯九眼天珠，起拍价3个亿。荒谬！这根本不是什么至纯九眼天珠，这就是一件高仿的赝品。大家看清楚了，你们看这风化纹，虽然呈月牙状，但边缘生硬，深浅一致，这分明是高温烘烤后机器打磨出来的甲鱼鳞纹。再看这穿孔，洞口过于规整，孔道内毫无手工钻磨的质子感，这绝对是现代机械钻孔。还有这包浆，色泽浮躁，一看就是经过高锰三钾和化学药水浸泡做就的，所以这绝对是一件高仿的赝品。天哪，这么名贵的天珠竟然是假冒的，这卖家胆子也太大了吧！就是啊，明珠拍卖行还做了那么多预热宣传，没想到拍卖的竟然是假货，真是想赚钱想的连良心都不要了。哎呀，各位稍安勿躁，年轻人急着赚钱，心情可以理解嘛。这位秦先生，听我一句劝，既然已经被证明是赝品，就赶紧把这拍品撤了吧，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既然有专家提出质疑，那我们不如也听听其他专家的意见。有请省书画协会的韩会长，还有收藏界泰斗陈老上台鉴定。他们2位不在之前公布的嘉宾名单上啊！他一个毛头小子怎么能请到这2位收藏界大佬？2位专家已经分别鉴定完毕，请问陈老，您对这颗天珠有什么看法？一派胡言，这天珠上月牙纹的过渡自然错落，深浅不一，这是历经数百年自然形成的痕迹，机器怎么可能做到如此浑然天成？这孔道内壁细看之下，小微螺旋痕迹清晰可见，且穿孔处的色泽与表面包浆完全一致，并没有机械钻孔的特征。我虽不是鉴定天珠的行家，但也能看出这颗天珠包浆十分细腻，这是经过常年的摩擦和氧化才能形成的，是货真价实的传世珍品。你说包浆是药水泡的，那你解释解释，这表面自然沏出的红色矿物质斑点，边缘为何会呈现出自然晕染的过渡？这兴许是加工过程中混入了矿物质，比如朱砂之类的。你连朱砂和包浆的区别都分不清，还敢在这里大言不惭？你这所谓的鉴定报告又是哪个权威机构开的？说清楚！我招了，我是收了张峰的钱来指认的，这珠子是真的。张总，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要说？各位藏家，真金不怕火炼，让我们继续。至纯九眼天珠3亿，有没有加价的？3亿2千万，3亿8千万，3亿8千万，一次、2次，最后一次。太好了，这下总资产总算正式突破7个亿了。爷爷，
我离10亿的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秦先生，今天这杯我必须敬您，是您机智化解了张峰的阴谋，不仅洗清了天珠的嫌疑，更保全了明珠拍卖行的名声。朱总不必客气，这次能顺利上拍，明珠拍卖行也帮了我很多，我们是互相成就的关系。是您帮了我很多，我父亲身体不好，我刚接我父亲的班，很多事情处理的还不够成熟，我只想将拍卖行好好经营下去，不辜负他的心血。我理解你，我也继承了家里的一些东西，总之慢慢来，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但除了这些，我心里一直有个梦想。我留学的时候见到了太多流失在外的文物，我希望以后能够通过拍卖行让那些文物堂堂正正的回家。我爷爷常教导我，古玩这一行要安守本心，以国为先。话已至此，我再敬你一杯。哟，川哥，你约会回来了？你脸怎么这么红？身上还有酒味儿哦？难道那个美女老板跟你表白了吗？你乱说什么？我们只是在聊工作而已。哎，川哥，说到你们的工作，我听说有一个鬼市，里面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有。你要是去的话，带上我呗，我也想见识见识。也是，正好我也想去淘点东西。行，这周末咱们就去开开眼界。这个秦川居然敢让我当众出丑，此仇不报，我张峰在古玩圈还怎么混？张总，鬼市现在开放了，秦川那小子肯定会去的。咱们要不这样？好主意，就按你说的办。这次我要让他输掉全部身家。川哥，这鬼市也太刺激了吧，感觉什么宝贝都有啊。全都是现代仿品，连个值钱的都没有。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商代出土的青铜爵杯，重器重器呀！懂行的老板来看看。川哥，他说这是商代青铜杯，不会是真的吧？两位，要不要看看我这商代青铜杯？一口价8000万，保枕啊！拿现代高仿的破铜烂铁可忽悠不了我。不过这人之前一直安安静静的蹲在这儿，见我们来了才开始吆喝，难不成是专门等在这儿的？老板，这绝杯锈色太浮了，不太像真货。你们有所不知，这是我从特殊渠道弄来的，绝对保真。老板，这锈色一抠就掉，8000万，你还是自己留着当传家宝吧。你当这是破铜烂铁呢？这可是商代的重器，没有8000万，你连碰都别碰。难道这罐子里还藏着天价宝贝？老板，8000万我是真拿不出来。这样吧，你要是能再搭个东西给我，我咬咬牙，5000万拿走。就那个吧，我买回去插花用，2个加一起5000万，你卖不卖？张老板这么忌惮的人，原来就是个冤大头。这陶罐是我收废品时白捡的，1文不值，2样东西5000万，我赚大发了。哎呦，小兄弟，你这不是让我亏本啊？行吧行吧，看你这么有诚意，就当交个朋友了。行，我付过去了。到账5000万元。慢走慢走，欢迎下次光临。我还以为这小子多有眼力呢，原来也不过如此。5000万买一堆破烂，我看传出去，他以后还怎么在收藏圈里混？川哥，我的亲哥，5000万啊！买个一眼假的高仿杯子就算了，怎么还搭上一个破罐子？咱们这回可是亏到姥姥家了。耗子，别心疼了，真正值钱的是里面的东西。川哥，你没发烧吧？这破罐子里能有什么好东西？耗子，你睁大眼睛瞧好了。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战国编钟？保存
了这么完好的战国错金银编钟，整套价值足足8个亿，这次真的赚大了！我的老天爷，川哥，你简直是神仙下凡啊！5000万换8个亿，你这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这叫闷声发发财，懂不懂？懂，太懂了！这波大反转，那摊主要是知道了，非气得当场吐血不可。不管做这个局的人是谁，既然他费尽心机想坑我，那么这份大礼我就笑纳了。川哥，我总觉得此地不宜久留，咱们还是赶紧撤吧。川哥，不好，有人过来了！秦川，你给我站住！张总，哦，原来如此。我刚刚还在想，这摊主表演痕迹太重，究竟是谁在背后给我送了这份大礼？结果您自己跑出来认领了。秦川，我就说你怎么会这么爽快付了5000万，原来是拿了别的！这罐子里是什么东西？给老子交出来！胖子，跟紧我跑！别让他们跑了，前面岔路口，我们包抄过去。川哥，他们人多，咱们跑不掉的。闭嘴，留着力气，跟紧我。左边是死胡同，右边通向主街，中间这条窄巷有通风口，能过去。蹲下，别出声。太险了，川哥，张峰这王八蛋也太卑鄙了，居然在鬼市里明抢。上次因为天珠的事儿，他已经恨上了我，这次又让他吃了大亏，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那咱们怎么办？要不回去报警吧？他并没有实质性伤害到我，报警也没法把他抓起来。我必须得想个办法，彻底解决这个麻烦。朱总，我这儿有件宝贝，劳烦你给长长眼。这是战国错金银编钟，保存的这么完好，简直是国宝级的宝物啊！这种级别的宝物必须做专场拍卖。朱总、秦先生，这是下个月海外回流拍卖会的图录。这次回流了不少重器，其中有一枚战国时期的龙纹玉佩，极其珍贵。这玉佩上的纹路怎么这么眼熟？这枚玉佩上的花纹和我爷爷留给我的吊坠一模一样。这玉佩一定和秦家有关。朱总，这场海外回流拍卖会，我必须参加。秦先生，这枚玉佩确实是难得一见的重器，既然它和您的家族有关系，我会尽我所能帮您。无论如何，我都要拍下这枚玉佩，它对我意义重大，我必须借助它，查清秦家与黄金桶的事情。我让人查过了，这枚玉佩是从海外一个私人收藏家手里征集来的。私人收藏家？那他的传承记录清楚吗？据说是战乱时期从国内流失出去的，具体的传承记录断了很多年，当年的流转过程已经很难考证了。战乱时期流失的。哦，秦川那小子盯上了那枚玉佩。是的，张总，他对那块玉佩势在必得，这几天一直在打听拍卖会内幕。好，好啊，既然他想要，那我就偏不让他如愿。
孙儿，务必找回龙纹玉佩，那是传承家族意志的宝物，绝对不能落入恶人手里。爷爷，您放心，孙儿一定拼尽全力，绝不会让它落入他人手里。川哥，你看，张峰那老狐狸果然来了，还带了几个有钱的老板，摆明了是来给你添堵的。跳梁小丑而已，让他先得意一会儿吧。各位贵宾，接下来要上拍的是本次海外回流的重头戏——战国错金游龙纹玉佩。此物雕工堪称鬼斧神工，乃是传世孤品，起拍价3亿5千万。这错金的工艺，这游龙的姿态和我胸口的吊坠，简直如出一辙。3亿7千万，4个亿，哼，4亿5千万，4亿8千万，5个亿。小子，我可是鼎盛拍卖行的老板，我手里的人脉资源是你想都不敢想的。你一个个人买家，拿什么跟我斗？6个亿。张总好兴致，我今天就是非要跟你斗到底，你能把我怎么样？7个亿！张总啊，张总，你用7个亿跟我斗法是很解气，可你们鼎盛拍卖行的现金流担待得起？糟了，中了这兔崽子的激将法，拍卖行现在哪能拿出4个亿？要是流拍，这玉佩就瞬间到他手里了。7亿第一次，7亿第二次，7亿第三次，捧！6个亿。虽然花掉了大半身家，但是能拿回家族的宝物，就值得。8个亿！这个人是谁？8亿成交，恭喜这位先生。8亿，我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对不起，爷爷，我没能守住家族的宝物。川哥，这人不会跟张峰是一伙的吧？早知道咱们就该把边中先出手了，现在倒好，眼睁睁看着他被别人拍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没事的，我来想办法。这人还有助理陪同，显然来头不小。要是我半夜去他家把玉佩偷走，行得通吗？算了，还是等边中出手以后。去找他商量一下学会玉佩的事。您就是秦川，秦先生对吗？这是刚才那位先生特意嘱咐我们交要给您的，他还给您留了一句话说：“物归原主。”先生，先生。多谢您慷慨解囊，只是不知您为什么要将这无价之宝拱手相让。秦先生不必多礼，鄙人姓顾，我们两家是生死之交。今日拍下这枚玉佩，不过是替祖辈报答当年的恩情罢了。顾先生，您知道我家的事儿，能和我讲一讲吗？秦先生。你们秦家世代传承黄金影，100年前曾是收藏界当之无愧的泰斗，只可惜后来遭遇变故，秦家被迫隐姓埋名逃亡在外，大量家产也因此流失。这枚玉佩就是其中之一，它本就该属于秦家。秦川，你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川哥，你可算醒了！你突然晕倒，可把我们吓坏了。
家属不用担心，病人只是过度疲劳导致的一时晕厥，休息一下就没事了。多谢各位关心，我没事了。明月，耗子，我想一个人静一静，你们先出去一下吧。好，秦先生，你好好休息，我们就在门外等着。原来秦家的没落，竟是因为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究竟是谁害了我们？我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这行字写着，黄金藤第3重觉醒，不仅需要累积10亿财富，还必须集齐3块祖传玉佩，才能彻底解锁全部能力。如今，我还差最后1块，还有最后1块玉佩，我一定要找到。张总，拍卖会的事儿，我们拍卖行信誉大大受损，亏损惨重，资金链已经断了。秦川那个小畜生，居然敢耍我！行，既然他非要跟我斗到底，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去找人把秦川绑着，把他手里的宝贝全都给我抢过来。是，张总，我这就去办。这龙纹的走向和爷爷留下的吊坠完全吻合，要去哪里找到第3块呢？动作轻点，把人给我绑了。门开了都没动静，这小子看起来也没什么心眼儿，他是怎么把张峰逼成那样的？糟了，人不在，快走！别动，双手抱头。张峰，你涉嫌雇凶绑架、恶意竞争及多次文物造假。现在依法对你进行刑事拘留。我认栽。川哥，原来你昨天晚上突然跑到我家，是因为早就发现张峰要找人害你了吗？那2个人鬼鬼祟祟的，在我家楼下干什么？他们手里还拿着凶器，难道目标是我？喂，110吗？我要报警。该走了。我说了，张峰那种小人迟早会遭报应，而我就是他的报应。秦先生，这是全国鉴宝大会的官方资料。这次大会规格极高，冠军不仅有1000万奖金，还能获得国家级国宝修复的专属资格。放心吧，1000万奖金和修复资格，我都会拿下。更重要的是，我要借着这个机会，打听第3块祖传玉佩的下落。秦川，难道是那个秦将？各位来宾，全国鉴宝大会初赛正式开始。规则很简单，选手需在半小时内从现场的50件器物中找出10件真品，并准确报出年代与估价。计时开始。
川哥，你要加油啊！这件青花瓷，明代宣德国制，估价800万。这件青铜器是典型的仿制品，但仍有其文物价值。哼，你不会是瞎蒙的吧？你倒是说说，这件青铜器的造假破绽在哪儿？它的传承脉络又是什么？这件青铜器虽仿造了西周形制，但锈色是用化学药水速成的，缺乏自然氧化的层次感，且底部铸造的范线过于规整。这是翻模的铁证。此物并非西周真品，而是民国时期琉璃厂的仿货。民国12年，它曾被军阀的幕僚买下，后在战乱中流失海外，直到去年才被带回。失敬失敬，秦先生学识渊博，是我眼拙了。经过评委组的严密核算与一致评定，本届全国鉴宝大会初赛的冠军是秦川哥，好样的！秦先生，请留步。冒昧的问一句，你爷爷是不是叫秦远？教授好眼力，我爷爷正是秦远。请问您是？好孩子，真的是远兄的后人。当年若不是你爷爷出手替我挡下了一场泼天大祸，我这条命早就没了。我找你找了整整20年呐。原来您与我爷爷竟然还有这种交情。这些年，老夫虽身在局外，却一直在暗中关注着秦家的动向。秦家3块祖传玉佩，如今已有2块现世。老夫猜得不错的话，你此番参加鉴宝大会，为的正是那最后1块玉佩吧？没错。请问您知道这第3块玉佩的去向吗？第3块玉佩一直被主办方作为镇馆之宝，从不对外展示。不过有可靠的消息称，它很可能就是本次鉴宝大会的冠军特别奖品。多谢教授指点，晚辈定当全力以赴。不过你要当心，复赛的难度将大幅提升，不仅要求鉴宝，还要现场修复破损的残缺器物，那可是考验真功夫的硬仗。秦川选手抽到的修复器物是宋代汝窑天青釉瓷瓶残件。他们那是什么表情？这瓷瓶怎么了吗？这绝对是有人故意做手脚针对川哥，这简直是地狱级的。川哥，这帮人太黑了，我找他们说理去。耗子，别冲动，坐下。有人想看我笑话，那我就正好借着这个机会，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真金不怕火炼狱。这手法太专业了，不仅拼接严丝合缝，连补釉的过渡都处理得如此自然，简直像变魔术一样。秦川选手第一个完成修复，评委团一致给出满分，秦川顺利晋级决赛。
秦先生，恭喜您晋级决赛。谢谢。不过刚才已经宣布了结果，请问您有别的事吗？秦先生，周教授在开会，不方便过来，他托我告诉您，决赛的另外2位选手都是业内的顶尖专家，实力极强。感谢，请您转告周教授，让他不必担心，我心里有数。另外，周教授特意托我给您带句话，他说，明天的决赛考题很可能涉及你家族当年失传的鉴宝手法，周教授让您务必做好准备，千万别掉以轻心。多谢周老前辈的提点，也辛苦您特意跑一趟。既然是秦家的手法，那我绝不会让周老前辈失望。各位来宾，全国鉴宝大会总决赛正式开始。本轮考题中的3件器物皆无出处、无记录，选手需完成真伪鉴定、断代、估价，并详述其传承脉络。计时开始。这件青铜器形制古朴，看包浆应是战国时期的物件，但具体年份和流转细节，我实在拿不准。我这边也是，信息量太少，我还不敢妄下定论。这第3件青花瓷，当年竟然是爷爷亲手经手修复过的。第1件青铜器确为战国晚期楚地所铸，但底部有明代修补痕迹，估价300万。第2件瓷器乃北宋定窑白釉刻花盘，曾为清宫旧残，估价800万。这第3件青花瓷，它是明宣德年间的珍品，民国时期时曾意外破碎，是我爷爷秦远先生于1987年亲手将其修复，后一直由秦家秘密珍藏。鉴定精准，传承脉络清晰，评委团全票通过。本届鉴宝大会总冠军是秦川，让我们恭喜秦川先生获得本届全国鉴宝大会总冠军。秦先生，这是本次大会的专属特别奖品，现在由我亲手为您颁发。多谢，秦川感激不尽。爷爷，孙儿终于没有辜负您的嘱托，历经千难万险，总算集齐了这3块玉佩。您若在天有灵，也会为我骄傲吧？明月，事情办妥了。秦川，编中的拍卖款刚刚全部到账了，加上咱们手里其他资产的盘点，你的个人总资产刚好突破了10亿。我的眼睛，好烫，有火在烧。天哪，难道这就是第3重黄金眼？连隔壁房间桌上的灰尘都看得一清二楚。川儿，恭喜你，这第3重黄金眼名为溯源，从今往后你可变万物本源，看破世间一切虚妄，更能感知文物的灵气流转。川儿，你千万要记住，当年陷害咱们秦家的神秘组织九幽，至今仍在暗中活动。爷爷，那究竟是什么组织？到底是谁害了我们？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川儿，他们一直在疯狂寻找黄金蓊的下落。你如今能力大增，但务必小心隐藏，万不可轻易示人，以免招来杀身之祸。爷爷，原来当年秦家家破人亡，是因为那个叫九幽的海外神秘组织。他们觊觎咱们家的黄金眼，想利用这股力量去盗掘上古神木，运送国宝出境。您为了保全神眼，才选择隐姓埋名。如今3玉合一，我已经开启了第3重黄金眼。爷爷，九幽组织若敢再来，我定让他们有来无回。川哥，博物馆送来了一批内部开裂国宝级青铜器，指明请你去鉴定修补。好，我这就过去。
耗子，把松香和特制坚合剂拿来。这尊鼎的暗伤在腹腔左侧3寸，必须从内部反向渗透修复。川哥，神了！连 CT 都检测不出的内伤，你一眼就能瞅准。不愧是全国鉴宝大会的总冠军，连骨腕内伤都能精准定位，咱们博物馆有救了！诸位客气了，耗子，我听说下周明珠拍卖行有一场海外回流文物展，对，据说这次动静闹得挺大，吸引了不少国际大买家。我们也去看看。能隔空看透青铜器的内部暗伤，这绝对是秦远那个老家伙的黄金铜。首领，需要我带人去把他带回来吗？不可打草惊蛇，国内环境复杂，我们要智取。苏晴，交给你一个任务，你伪装成海外回流藏家的身份，立刻回国，去接触明珠拍卖行，查清秦川到底是不是秦家的余孽，黄金桶是不是在他身上。属下明白。如果证实是他，我一定会让他把黄金虫双手奉上。秦川，大买卖！有一位刚从海外回国的女藏家，想请你做一次私人藏品鉴定，开价这个数。50万？是500万，而且他指名道姓只要你。我都打听过了，这位苏小姐资金雄厚，是个大金主。能出这个价，带的宝物肯定不简单。告诉他，这单生意我接了。秦先生年纪轻轻便夺得鉴宝冠军，真是百闻不如一见。这几件是我的私人收藏，还请您长长眼。苏小姐过誉了。等等，这暗记是当年洗劫我秦家藏宝阁的九幽组织，这些文物全是当年流失海外的国宝。这尊唐代掐丝金棺工艺精湛，纯度极高，确实是真品。苏小姐保存的极好。秦先生果然好眼力。我一直很好奇，像秦先生这样惊世骇俗的鉴宝本事，究竟是师从哪位泰斗？不过是祖上传下来的一点粗浅手艺，混口饭吃，让苏小姐见笑了。苏晴，那个女人绝对不是普通收藏家。这是在示警，看来有危险。九幽组织的人应该已经盯上我了。首领，已经确认了，秦川的鉴宝手法和当年的秦远如出一辙。我可以确认，他就是秦家后人，黄金桶也确实在他身上。很好，立刻执行第2步计划，把黄金桶夺过来。属下明白。秦先生，这几天真是不好意思，总是拿这些琐碎物件来打扰你。苏小姐付了高额鉴定费，这是我应该做的。其实我对你们秦家的家传玉佩更感兴趣，听闻那几块玉佩合龙异象，可否让我开开眼界？苏小姐说笑了，不过是些长辈留下的普通挂件，早就不知道丢在哪儿了。这瓷碗修好了，苏小姐请收好。这个苏晴天天往我们这儿跑，每次来都打听你的私事。秦川，你可别被她的漂亮外表给迷住了。我没那么蠢。明月，你帮我动用拍卖行的海外人脉，查查苏晴背后的公司和资金来源。行，我这就让人查。查到了，苏晴名下的远洋文化公司在海外跟多起特大文物走私案都有关联，背景极深。果然是走私集团，不好！今天早上我出门时，总感觉有人在跟踪我，我得回公寓一趟。不在这儿，保险箱也没有，那家伙把玉佩藏哪儿了？
原来真的是九幽组织。苏晴，你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川哥，这女人居然是九幽组织的杀手，我们直接报警抓她吧。不行，现在报警会打草惊蛇。九幽组织在海外势力庞大，不把他们的巢穴挖出来，我们永无宁日。那你打算怎么办？他既然急着找玉佩，我就给他个机会，将计就计，看看他背后到底还有什么人。秦先生，我手头刚到了一批极为珍贵的海外回流文物，放在郊外的私人仓库，想请你现在过去做个鉴定。既然苏小姐盛情难却，我一定准时到。秦川，这明显是个陷阱。苏晴背景那么复杂，你不能一个人去冒险。有些事我必须去面对。那我陪你一起去。我已经联系了警方，在外围接应，一旦有危险，他们立刻行动。好，你跟我一起，但情况不对的话，你就立刻退到安全的地方。天哪，这些全都是走私的国宝。秦先生，这些回流文物，你觉得值多少钱？值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们这些走私国宝的贼，今天逃不掉。秦川，既然你已经认出我了，我也不用再演戏了。把那3块玉佩交出来，并且发誓从此为我们九幽组织效力，否则今天你们2个谁也别想活着走出这个大门。想要玉佩？当年你们九幽组织害得我秦家家破人亡，逼死我爷爷，现在还想打黄金桶的主意，简直是痴心妄想！秦川，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动手，把秦川给我拿下，生死勿论，搜他全身。秦川，他们人太多了。跟着我，往货架后面跑。找到了，这墙后有一条废弃的安全通道，直通后山。我已经把定位发给警察了。明月，搭把手把这个电箱拉开。明月，他们追上来了，这门后面就是后山大路，你先走，去接应警察，我留下来拖住他们。我不走，要走一起走，我绝不留你一个人面对这些亡命之徒。你留在这儿太危险了，快走！太好了，警察总算赶到了。秦先生，这次多亏你及时提供定位，经初步鉴定，这里堆放的全是被盗的国家1级文物，价值无法估量。川哥，吓死我了！你和明月姐没事吧？没事，先回去再说。秦川，苏晴这次没得手，九幽组织肯定不会放过你。他们到底为什么对你这样穷追不舍？明月，看着我的眼睛。你的眼睛怎么会变色？这是我们秦家世代传承的黄金瞳，能看穿文物真伪与暗伤。九幽组织就是为了抢夺这双眼睛，才害死了我爷。秦川，你放心，这个秘密我绝不会说出去。我们朱家也有些力量，我一定动用所有资源，陪你跟他们斗到底。废物！不仅丢了所有回流文物，还差点暴露了组织。首领恕罪。秦川早有防备，那个朱明月背景也不简单，他竟然勾结了警方埋伏我们。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行，既然秦川本人骨头硬，那就从他身边的人下手吧。明白，我会亲自安排。你们是谁？干什么？哦！
秦川，对不起，我刚去银行找0号，只在地上捡到了这张纸条，都是我不好，没注意到危险。明月，这不怪你，他们抓0号就是为了逼我乱了分寸。那我们现在报警？他们盯着我的一举一动，贸然报警会害死0号。明月，你留在这里，随时准备联络警方接应。我带玉佩去赴约，放心，我早有准备。秦先生果然重情重义，玉佩带来了吗？玉佩在这儿，先把人放了。放人？秦川，你太天真了。很好，把他们2个连同这工厂一起全部烧干净。我就知道你们不讲信用，好在我早就有后知。耗子，快走！警察来了，在这边。秦川，你们情况怎么样？苏晴，你束手就擒吧！川哥，吓死我了！那女人就那么跳下去了，她简直是个疯子。秦远，交出黄金瞳的秘密，否则你们秦家我必杀的鸡犬不良！原来是你，九幽组织首领秦川，你跟九幽组织交手的事儿我听说了，你秦家对我顾家有恩，秦家的仇也是我顾家的仇。放心，这几天我联络了当年受到秦家恩惠的几位世家后人，这位是海外特种退役的安保专家，这位是专门打跨国文物官司的顶尖律师，他们都表了态，随时替你调遣。这次一定会彻底端掉这个毒瘤。好，有了大家的鼎力相助，九幽组织的好日子到头了。根据我们之前查到的苏晴入境记录以及警方提供的线索，他们频繁活动的区域就在西南边境这片原始森林里。没错，据眼线回报，九幽组织在边境深山里建有一座秘密基地，极可能就是他们走私文物的中转。不能再等他们来找麻烦了，我们要主动出击，亲自去一趟西南边境，摸清他们的老巢。我跟你一块儿去。还有我川哥，咱俩从小一起长大，我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去？多个人多份力嘛。可边境丛林环境险恶，九幽组织的人个个带枪，太危险了。秦川，你别想抛下我们。好，那我们一起去。不过记住，一切听我指挥。川哥，这地方可够偏僻的，我们接下来怎么走？先找家旅馆安顿下来，晚上我去打听进山的路。首领，鱼儿已经进网了，还带了那3块玉佩。很好，按照计划送他们上路。耗子，那个戴鸭舌帽的神秘男在跟踪我们。靠，真有眼线，我去解决他。别回头，我们假装没发现，带他多绕几圈。我在对了啊。首领，目标跟丢了。说，你们的老巢在什么地方？苏晴呢？在黑风谷深处的一座旧古宅里，苏姐也在那儿。别杀我！这地方根本没有路啊，川哥。跟着我的脚步走，别乱踩。往这边绕，前方草丛里有红外暗哨和陷阱。
这地方戒备比监狱还森严，我们怎么进去？明月，你和林浩留在这儿隐蔽，用卫星电话通知警方边境分队，我进去探路。那你一定要小心，千万别跟他们硬碰硬。放心，我会安全回来。谁在那里？谁？出来！找到了，西侧地道直通地下库房，那是他们存放国宝的地方。这群强盗竟然偷了这么多国宝！秦先生，我们又见面了。你真以为凭你的三脚猫功夫能避开我这里的警报器？你是故意放我进来的？不错，不放你进来，怎么来个瓮中捉鳖？秦川，你的黄金生是天生的鉴宝神器，只要你乖乖听话，一辈子留在这里为我们组织鉴宝、修复文物，我保证你荣华富贵。让我给你们这群走私贼当工具，做梦！敬酒不吃吃罚酒，动手，先废了他的腿，看他还怎么跑。苏晴，你高兴得太早了。里面的走私团伙听着，你们已被包围，立刻放下武器投降。什么？苏晴，逃不掉的！秦川，你找死！秦川，你没事吧？伤到哪儿了吗？我没事。秦先生，古宅里的骨干成员已经全部落网，但根据审讯，他们的最高首领并不在被捕人员中。这古宅定有乾坤，你们跟我去书房看看。这后面是空的，有暗格。是。九幽首领姓莫，他就是害我秦家破人亡的黑手。这上面写，莫家一直在寻找黄金瞳，他们找这个干什么？莫首领要用黄金瞳去开启上古陵墓天元陵，那里面埋藏着数不清的绝世国宝，他想据为己有。秦川，你这几天一直茶饭不思，要不要先休息一下，别累坏了身体？莫首领一天不落我，我就吃不下去。这不仅是为了我秦家的血债，更是为了国宝的安危。那你想怎么做？我必须在莫首领动手前，先一步找到陵墓。我已经将这件事告诉了周教授，他在历史研究所工作，或许知道这陵墓的信息。秦川，你这地图是从哪儿得来的？这上面标注的竟然是失传已久的上古天元陵。你看，这里就是天元陵的位置，在边境深处的黑风谷神庙下方。周教授，史料里真的记载了这个陵墓吗？真的，传说墓主人是上古时期的大祭司，据说他拥有一双能看穿万物、通晓古今的神眼。你的黄金瞳极有可能就源自这里。太不可思议了，原来我的黄金瞳居然源自大祭司的神力。莫首领一伙人是唯利是图的盗墓贼，如果让他们抢先开启陵墓，里面的绝世国宝将面临毁灭性的灾难。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想亲自去阻止他。好，秦川，我正式邀请你和你的同伴加入我的考古考察队。有了你的黄金营，我们一定能更好地保护文物，避开墓中的机关。好，我义不容辞。周教授，咱们都在这黑风谷转悠3天了，除了树就是石头，那陵墓到底藏在哪儿啊？史料记载就在这附近，可这地貌千年来变动太大，确实难以精确定位。别急，最深的地方往往最隐蔽，大家先原地休整，我到前面看看。周教授，明月，快过来，入口找到了。这么隐蔽的地方，居然真的有一座石门。奇迹，简直是考古界未有的奇迹。秦川，你看这些壁画记录的是什么？原来如此，大祭司用天外陨玉打成了这黄金眼，目的只有一个，世代守护华夏文脉传承。原来你的黄金眼肩负着这么宏大的使命。川哥，这门上没有把手，怎么打开啊？
秦川，你看这3个凹槽的形状。没错，这形状正好和我秦家祖传的3块玉佩一模一样。秦川，放上去试试。这是天元时期的青铜礼器，天哪，这全是填补历史空白的无价国宝！我的妈呀，我这不是在做梦吧？这么多国宝搬出去得震惊世界吧？秦川，你做到了，你找到了他们。他们沉睡在这里，就是为了等待重见天日的一天。传承誓言，守护华夏文脉，以眼为器，至死不渝。你做到了。怎么回事？地震了！不好，这是古墓的自毁机关被启动了。秦川，多谢你替我开门。莫首领，是你破坏了机关。哼，废话少说，把帛书和你的黄金筒留下，否则你们今天全都留在这陪葬吧。秦川，把帛书和黄金眼的口诀交出来，否则大家一起死！周教授，明月，快带大家撤出去，我来拖住他。秦川，你要活着出来！活着回来！打不过你，我就毁了这些国宝！住手！你对我做了什么？站住！别想跑！全部拷走！秦先生，这里要塌了，快撤！黄金筒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用来鉴别财富的，它的意义是帮我们看清历史的真相，去守护这些流淌在华夏血脉里的文明。爷爷，你看到了吗？这份荣誉属于整个考察队，更属于世世代代守护华夏文明的每一个人。明月姐，川哥现在是业内公认的年轻宗师了，咱们的门槛都快被踏破了。这是他应得的。秦先生，这些都是价值连城的国宝，您真的不留一件？国宝属于国家，我留着爷爷给我的这枚吊坠就足够了。秦川，有了你的名气背书，这次回流专场吸引了上百位爱国藏家，所有拍卖佣金我们都会全额捐给文物保护基金。明月，做得好。你从前说想努力让流失在外的国宝回家，现在我们真的做到了。这几件货的来源必须查清，只要有任何走私嫌疑，立刻退回去，绝不能砸了川哥的招牌。耗子，你现在做事越来越沉稳了。都跟着川哥出生入死过了，总不能一直像以前那样咋咋呼呼了吧？秦川，博物馆刚刚收到一批海外国华侨捐赠的回流文物，其中有一件东西很古怪，周教授指明想请你亲自过来看看。古怪。好，馆长，我马上过去。秦川，你看，这镜子没有任何断代特征，但我们用仪器检测，它却不停释放出一种奇特的电波。馆长，这上面的纹路跟天元陵石门上的图腾一模一样。大英博物馆的女士真图，法兰西的青铜大尊，这些都是我们流失在外的国宝。镜子里竟然记录着海外流失文物的影像。我明白了，黄金瞳给我的启示不仅是守护国内的文物，更是要带那些流落在外的游子回家。这太难了，海外回购文物需要无可估量的资金和极高的人脉。再难也要做。馆长，我决定变卖珍宝阁名下的部分股权，捐出我个人90%的身家。秦川，你这可是数以亿计的财富啊！我的财富来自黄金瞳，现在只是物归原主而已。我要用这笔钱成立华夏文物回流基金，专门用来回购那些流失海外的国宝。秦川，我支持拍卖行，将作为基金会的终身合作伙伴，全力支持你。明月，谢谢你。以后所有海外回流文物的拍卖与鉴定，我们拍卖行全额免费协助，不收1分钱佣金。
秦先生，听闻您要带国宝回家，我代表海外同胞捐助5000万，助您一臂之力。感谢您的信任。第一批回购名单已经拟定，我们明天就启程前往伦敦拍卖会。秦先生，这青铜尊在我家族的城堡里放了上百年，有钱也买不回它的高贵。詹姆斯先生，强盗洗劫得来的赃物，在任何文明里，都和高贵二字毫无关系。这是我军统府被劫掠的文物清单，上面第一件就是青铜尊。掠夺不是保存，是犯罪。今天我们是用合法的商业手段洗刷你们当年的耻辱。3000万英镑成交，恭喜秦川先生。文物的根在华国，不管流落多远，他们早晚都会全部回家。文物修复，急不得，造不得。每一道漆，每一道金，都要贴合1000年前匠人的心境。秦老师，据说您的眼睛是可以鉴宝的黄金筒，年纪轻轻就成了业内公认的宗师，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我算不上什么宗师，其实是黄金筒选了我，我不过是替祖辈履行守护华夏文脉的使命罢了。川哥，这是今年的总结，咱们工作室今年共无偿修复了62件2级以上文物，还有我们的回流基金，今年又有28件流失海外的国宝安全回到故土了。辛苦你们了，只要国宝能回家，咱们累点也值了。在的，请问您有什么事儿？请问秦川大师在吗？这是我家祖传的残卷，可谁也看不懂。我想请秦大师帮我鉴定一下，这到底是什么？秦大师，我爷爷临终前反复交代，一定要找到秦家的后人，把这本残卷亲手交回去。请问，你爷爷是？我爷爷以前是秦家老宅的守林人，当年秦家遭事，他拼死才抢救出这一卷书。这是我们秦家失传百年的天宫剑物秘卷残页。秘卷上面记录着什么？上面详细记载了秦家老祖宗总结的数十种失传已久的上古青铜与碎瓷修复技法，这简直是无价之宝。这是已经失传了300年的金丝错骨凤和翠玉妇人法。秦川，你真的要把这些全部公开？各位前辈，我已经把密卷整理完毕，稍后所有技法资料都会无偿分享给业内所有人。秦川，这可是你们秦家祖传的秘技，有了它，你就是行业第一。你公开了，就不怕别人抢了你的风头？技法是用来守护文物的，不是用来牟利的。如果藏着掖着让它再次失传，那才真正失去了老祖宗留下它的意义。真好啊，漂泊了100年的宝贝，终于回家了。秦川，你看，今天开展第1天，预约人数就已经排到下个月了。明月，看着他们安安稳稳的放在这里，我这心里总算踏实了。你终于完成了爷爷的遗愿，也真正对得起那双眼睛了。明月，这些年要是没有你一直陪着我，我一个人撑不下来。傻瓜，我们的目标一直都是一样的，我们要一起看着更多的国宝回家。你们看，这枚青铜印，等我毕业了，我也要像秦川老师那样，加入回流基金会，把咱们流失在外的宝贝全都接回家。
爷爷，各位神祖，秦家丢掉的传承，秦川今天一分不差的全拿回来了。川哥，可算找到你了，大喜事儿啊！耗子，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港口那边刚刚传来消息，咱们文物回流基金会第3批整整20箱流失海外的国宝，已经全部顺利通关到港了。真的？这么快？不止，周教授说，里面还有好几件失传的宋代汝窑，就等着你去亲自开箱长眼呢。好，我们现在就过去，绝不能让这些宝贝出任何差错。秦大宗师、林总经理，你们可算下来了。港口的车已经安排好了，就等你们2位主角出发了。明月姐，今天这开箱仪式，你可得给我们川哥当好总指挥。明月，辛苦你了。只要能看着国宝回家，再辛苦我心里也是甜的。走吧，我们一起去接他们。等我，不管你们在哪里，我一定会带你们回家。秦川，起风了，我们出发吧。好，我们出发。